谁来晚餐？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台湾海峡上的澎湖群岛由90个大小岛屿所组成，其中19座岛有人居住。湖景位在澎湖南端，往来马公的接驳船一天只有2班，航程约半小时。全岛面积约等同于台北松山机场，岛上人口只有100多人。今天谁来晚餐要拜访的，就是少数还住在湖景岛上的3代家庭。翁祥轩45岁，小时候原本叫做翁安家，但改名后大家还是习惯叫他阿嘎，是个单亲爸爸。他想邀请的来宾是，我想找翁立友，不知道可不可以请那个李文婉，那个记者嘛。妈妈翁陈金英65岁，人称阿英姐啊。面对镜头有些不习惯，她个性强悍，就连说话也很直接。啥行啊？行大步行，即马我家人无咧惊的，我惊，下凉下风我嘛无咧惊的，我讲，真的。对于想邀请的来宾没什么意见。阿妈，你有希望是啥？哎呀，唔能凊彩啦。爸爸翁进步69岁，国小还没毕业就开始捕鱼，年轻时跑过远洋，是岛上少数还会做鱼饵的渔民，大家习惯叫他进波。我10几岁的时候，就是打鱼最棒啊，赚最多钱了。我爸爸是老船长，前湖景是第1名的船长啊。他想邀请的来宾和儿子一样，翁立友啊，女儿翁怡静，国小6年级，从小在湖景长大，相当向往都市生活。台湾或马公还可以去一些地方玩，这里没有什么好玩的，就是好看。他会想邀请哪位来宾呢？凭魔幻力量姑姑。在来宾上门前，我们就到湖景认识这家人的故事吧。湖景位在澎湖南端，被政府列为2级离岛，是个离岛中的离岛。岛民靠渔业为生，几乎每个成年男性都有一艘渔船。清晨5点半是阿嘎出海捕鱼的时间。简单的渔船上没什么定位设备。一边是南北，一边是东西，然后你看那个山哦，有个角度嘛，对不对？那个角度，比如说山在后面，哦，你后面是什么东西，我都记住了。每次来这边钓都有，都已经来这边。湖景人依着自然资源，过着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阿嘎用的鱼饵是他昨晚在岸边抓的螃蟹。从这个脚旁边，我给它带下去，有没有？哦，他以为这个是脚，骗他了嘛？说不定下去有10分钟就是了。那个天还不够亮。阿嘎钓鱼不用钓竿，要能钓到鱼，得靠手感与经验。现在水流还很快啊，等一下它慢慢的，比较没有那么快，比较好钓。这都凭那个手的感觉了。你们来钓，你们都不知道它吃了。哎，我给我咬2下，等下说不定会中哦。哎，中鱼了！你看，那10老啊，莺歌鱼，这个没有作假啊，我没有勾下去啊，哎，2条，双钩啊，双钩2条了。阿嘎出海都靠药酒提神，看似精神奕奕的他，其实还在宿醉中。因为我们这个很自由嘛，你看，有时候早上5点起来喝，喝一喝，把力量喝太多，累了我就不出来。我昨天喝到2点，为什么5点起来？如果我没有起来，我就一直睡了。那刚好就有醒来，然后一看时间5点了，就顺便起来了。
跟你们台湾不一样，你们那个，以前我也住过，那个时间太，跟人家讲什么就要什么了，没有，我们没有。我跟你讲说，等下出来，靠腰在这里睡觉，还是出个屁呀、睡到下午了，哪里有出来？技术高超的阿嘎是岛上最厉害的渔民。阿嘎祖上3代都是湖景人。过去岛上渔业兴盛，全岛居民曾高达3000人。直到30年前的一场风灾，才让岛民纷纷避走台湾。这个楼上啊，就是因为那个尾烟台风，有一个原因我们搬走就这样，尾烟台风，然后我们家里穷嘛，没有钱去修这个嘛。我大概读国中1年级的时候，就全部人都搬去台湾了。全家搬到基隆定居后，个性淳朴又正值青春期的阿嘎，经不起同侪的怂恿，加入帮派。跑去偷汽车，跑去吸毒，跑去干什么？我有为什么帮？回来了听人家讲，什么都会。阮较早就收得多，即摆囡仔较歹，大家都有穿。较早阮我身躯扎一个穿，我啥物代志我也做得出来，因为我老大啊，我上歹啊。因看破袂用啊，袂使搁台湾搁大，这个囡仔伊歹。阮搬登来10几年啊，这嘛14、15年啊。搬登来时，较好去啊。重回故乡生活并不容易，由于湖景的观光业并不发达，男性除了捕鱼外，几乎没什么工作机会。妈妈阿英好不容易在当地的公家机关找到一份工作。煮13年。爱煮偌济？一天煮3顿啊？安3顿啊。来这唔是煮饭呢，来这嘛是爱拼，倒位拢爱拼。较早逐工啊，我即摆这因阮遮话讲，因这啊卖逐工拼，有当时爱跋倒安尼。无逐工拢拼啦，要这拢逐工拢爱吃啦。只这无这无吃袂使啊。爸爸进波重操旧业，买了艘2手渔船，专门在晚上出海钓软丝。出来2、3千就不错了，对不对？如果你1个月有20天就6万了，不错啊，没人管啊。你什么时候要来？除非是潮汐的问题，不然你要不要去？什么时候要去？没人管你啊。为了省钱，爸爸还回到海边捡漂流木，自己做鱼饵。买的它是这样的，做好的。以前是日本做的，现在没有了。买的也是很花钱呢。我有时候一次就买就1万多、2万多的，买的不好，自己做的比较坚固。一个50到60，很便宜。我那个一天弄不到3个，我拿去卖300，人家马上买去。30岁才回到湖景生活的阿嘎，依循着当地人朴实的生活，除了出海捕鱼外，他也会潜水捡拾渔获。我第一次下去潜水，大概那个这样，沙峡嘛，那不是很深嘛，大概2个人高，我潜不上去了。再过2年，我潜；再过3、4年，会潜。钓鱼不好赚啊，他要买虾子啊，他要做那个沙鹿杠啊，有的没有的，那个都钱啊，千锤了。钓回来卖2000，大概要花500的手尾啊，还有油钱呢。这个都不用啊，你看台湾很多，你看。湖景人口老化严重，能像阿嘎一样潜水的年轻人没几个。离岛丰富的海洋资源，让阿嘎的冷冻库有着满满的渔获。高放是日时啊，迄味的，钟螺暗时啊味，暗时啊伊拢伫石头顶，石斑伫遐这边，架石斑压箱的，这都卖给湖景的老人。湖景老人他儿子他住在这边嘛，儿子在外面工作嘛，开公司嘛，那个儿子寄钱回来，然后老人。用那个钱去买那个鱼，寄给儿子。爱钓有好囝。跟阿嘎买鱼的都是当地的亲朋好友，因此他的开价都很阿萨里。有，像这个钟螺，大概这样一包
大概500块了。这个石斑1公斤450，如果在台湾1000起跳，都随便啊，随便卖啊，只要能生活就好。阿嘎的个性海派又好客，经常亲自料理当天卖剩的鱼货，请岛上的好友一起吃。他都煮给别人吃。为什么？因为他想要名气，然后就煮给别人吃，别人觉得他很厉害，然后就很有名气。忙一整夜，要一个舅舅回来带30个人，重心全包。早上煮到现在，煮龙虾、味噌汤。我不喜欢他，因为他就是都用家里的东西，然后煮给别人家吃，然后别人家也没有对他什么贡献，这样，会亏。女儿怡静眼中的亏钱行为，对阿嘎来说，则是种以物易物的互惠模式。我在附近喝酒不用买酒，都是我煮东西出来，人家都买酒，互相啦，不然我会了钱的话也了死啊。如果我要买酒给人家，我要煮东西，那我就变神经病了。但是不会多了。你看我一个人如果喝3瓶4瓶啤酒，才120，那我煮的东西就有价值了。拜托，咱煮物件100几块呢。岛上没什么休闲娱乐，喝酒变成阿嘎廉价的快乐来源。但是长期饮酒的后果，让他年纪轻轻就罹患痛风。我大概12年前我痛风就有了，第5年的时候，第6年我去开刀，没有用，医生说没有用，说你现在开刀开完了，他以后还会再结晶。如果有办法根治，我酒一定不喝。就是人都会给自己借口，比如说我喝也死，不喝也死，只是早晚。那我妈妈气死了，讲都讲不听。父子俩都有喝酒的习惯，但爸爸进步的身体状况却比阿嘎更糟糕。家己拢袂好想啊，人医生甲我讲呢，袂使啉酒的，控制，唔是讲袂使啉高水、啉较少的，莫啉迄米露啊，吼，你唔是啊，逐工啉，无啉嘛袂死啊，对唔对？讲无咧听嘛，有人骂咧。离岛就医得耗上好几天的时间。6年前的一场大病，让本来不爱看医生的爸爸更排斥就诊。刚开始的时就是讲，定拢会袂喘气啊，会要定去啊吼，尾仔都要用氧气罩，尾伊护士看讲心脏要定去啊，我来啊半暝暗时啊拢定早课嘛惊啊，啊若等下几工就搁发啦，我是讲这应该是有病啦吼，我来看卖啊，我拼去台北啦，所以反正咱退去讲。就去排好啊！就我的好讲，阿伯啊，你搁1个月，我是讲我死啊！我咧靠背，我都骗好来，我摕产检单啊，搁骗好靠有迄落，都爱赶紧看，哪会搁1个月讲无法度啊，骗犯罪啊！唔看，我就回来啊。进波后来在亲戚的协助下改到高雄就诊，诊断出心脏瓣膜毁损，手术后已无大碍。即使进波在鬼门关前走过一遭，他依然故我的随性过日子。你从这么负担啊，退休安尼啊，无啥看医生也无用机械啊，也无机器啊，伊都看你的电脑里面啊，啊医生定换，拢普通拢高雄来的资源啊，都很多啥，对，逐工嘛是安尼，有得做啊，有得迄落医生讲通啉烧酒啊，无啉烧酒心脏会惊。像有10年以上都没有一起坐下来吃饭，没有。比如说我跟我妈妈一起同桌，没有，不可能，一次都没有。为什么阿嘎10年来从没和家人吃过一顿饭呢？别走开，下段更精彩。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住在离岛湖景的阿嘎一家人。阿嘎和爸爸都是渔民，但2人却从没一起工作过。现在的人喜欢抓他的鱼啊，我喜欢抓我的，不一样啊，作业方式不一样啊。爸爸说的保守，
但阿嘎坦言，其实自己跟爸爸很不熟。从小他以前就去远洋，然后等我长大了，我就去台湾了。台湾他也是跟人家不一样，在基隆那边啊，所以很少遇到啊。他比较没有在我身边了。啊，长大以后就觉得很陌生，大概15岁、10几岁。就没有互动了。我们很少讲话，我也懒得跟他讲话，讲话讲不通。看似没什么交集的父子，其实有着同样的兴趣。只要是风浪太大，无法出海的日子，全岛人就会各自凑桌玩麻将。在另一间屋子里，阿嘎也正和3位姨婆捉对厮杀。伊上厉害。我袂晓的，我这是好。你是来叫来对，叫来搭卡的。嘿啊。是看大汉的。啊那无爱甲迄个共陪拍。啊。无人叫谁来袂拍。相较于大人的休闲娱乐，孩子们的活动可就热闹多了。这要采集枯木啊，等下就可以生火啊。然后等下就等谁再把蛋拿过来，然后包一包，把蛋扔下去，这个再生火，然后再扔下去，然后就开始烧。然后把土埋下去，然后就开始啵啵啵啵。怡静经常与岛上年纪相仿的孩子聚在一起控头油，这项早期农村社会特有的野炊乐趣，孩子们做起来驾轻就熟。就夏天才会弄啊。就很热啊，然后在那边烧，可是又觉得很好玩啊。为什么冬天不烧？多大？而且这样升起来，等下火飞到那边，然后又把那边升起来的森林大失火。怡静目前就读岛上唯一，也是全台最迷你的小学，全校学生只有11人。每只鸡有2只脚，所以呢2乘以多少？10，这是我做假设的，对不对？湖景国小虽然远在离岛，但学生们几乎每个月都有机会到各地比赛。会这么积极争取学校曝光度，其实是来自校长对离岛教育的感慨。这个数学的题目我们的。出去比赛成绩还不错的话，其实让人家看见也是一个，就是可以关注一点学校，这样就是不要轻而的提到废校这件事。因为离岛如果一旦废校，年轻人一定不会再回来。那这个岛等于就没落了，这样。而在人数过少的学校，参加比赛就等于是全校出动。学校只有11个人，就想说，既然是普及化，那就尽量参加，想办法凑个2队，然后去比赛这样子。所以逼不得已，1、2年级也要上这样。在这边没办法，因为个个都是兵力啊，对，一定要练习。学校的师生关系很亲密，绰号海龟的美术老师戴硕义更是孩子们心目中的大哥哥。天气让小朋友就是一直想要玩的一个活动，好像可以跳1个下午，主要是他们那边就是只有退潮才没有办法跳，在都市生活你其实不太有机会像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活动这样子，对吧？然后再加上这个海真的很干净，他们小朋友开玩笑，不会真的假的，他们就说，如果你是那个只要是湖景人都要会跳港。这个就是那种现在高中的那种的，他们哥姐在跳，然后我们都在看啊，然后后来就比我们大几岁的而已，他就叫我们去跳，然后以前都不敢跳，只敢游。清晨5点半，怡静和同学们陆续赶往码头，准备搭船。我们就要去澎科大比赛的，比那个小朋友的英语读者剧场。如果这船没有搭到，接下来就会隔天了。没有在隔天啊，就是那个会到11点半，11点半才上去，比赛就已经结束了。湖景往来澎湖马公的接驳船一天只有2班，航程约半小时。他们抵达的时间太早，距离报到时间还有1小时。湖景人早已习惯等待。考试都没那么认真。这时候当然要认真。
你上去出锤会很好笑。考试出锤不好笑。考试出锤没关系。为什么？回去讲一下就好了。可上去出锤会被笑死。你会怕出锤吗？当然会。我不会出锤。我们只怕破音。好不容易来到马公，李导人会善用时间。比赛前还有4小时，老师趁机带着3位学生来到附近的眼科诊所。带小朋友来检查眼睛复检，就是他们之前在学校测好像有快要近视的那个状况啊，所以就是会排一个时间带小朋友来检查眼睛，就是赶快看一看，然后赶快再赶回去学校继续比赛。在马公有交通工具的校长载学生到较远的理容院剪头发。湖景岛上没有理容院啊，然后小朋友他们如果头发长了也都要上来马公，有时候家长忙，然后我们刚好就是上来比赛啊，而且我们有交通工具，小朋友他们有时候上来跟家长是走路。这一间是阿公指定的，就是阿公的很信赖的店家这样，对，因为他也蛮年代久远，从我小时候就知道有这家店这样，对。虽然他很想去别家剪，但是没办法。老师带着学生们东奔西跑了一上午，也从容地在比赛前1小时集合完毕。不要笑场，千万不要笑场，因为全部的人会演不下去，破音就算了。比赛前一刻，怡静还在和同学打闹，就连老师也是老神在在的样子。其实他们参加过比赛真的很多，因为全校有7个小孩，所以就是经验啊，还有这也是他们有些是第3年参加了，所以也见识过这个场面了。这样。为了这场比赛，师生们已经练习了3个月，而担任主角的怡静也零失误，看似完美的表现，能拿下优胜吗？吉佩国小优等，湖景国小优等，竹湾国小优等。果然，今天的结果没令人失望，湖景国小顺利拿到好成绩。孩子们难得来马公市区逛街是一定要的。因为书局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好玩的小东西，玩具的话我比较少看到，但是我知道他们有些玩具其实很想买，但是可能比较贵。我可以逛很久，大概1小时都没问题。他给我100块，那我还有我阿嬷给我200块，然后这里就160了，手上现在没半块，我很穷。怡静的4杯手摇饮料是给家人的伴手礼，身上已经没什么现金的她，只能干巴巴地望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殷切的眼神透露着对都市生活的向往。像是我上次去台湾，他只给我200块。然后台湾就是科技发达什么的，就是去那边也可以体验一下都市生活之类的。就那边有就是有超商什么的，然后可以直接去，就不用还要等船，然后坐船上去。他们有很多的车友，然后还有很大的地，然后这就是小小的。怡静对都市的憧憬，其实让阿嘎很焦虑，因为怡静一直以来都是阿嘎的生活重心。像他有时候去马公哦，去比赛还是去台湾，他去3天，我就想他怪怪的，怎么少一个人都没有看到我女儿，会怪怪，会想他，太疼他了。我以前没有体会，我现在体会到，真的查某囝嫁出去，我真的好，我可能会哭了。15年前，阿嘎回到湖景后娶了新移民配偶，但因个性不合，婚姻维系了8年就离婚。也因此，阿嘎特别疼爱怡静。为了让女儿待在身边，他甚至连怡静未来的职业都打算好了。他以后就做导游，导游不是看起来拢大块大块哦，迄种。带人去餐厅吃啊，伊嘛食有对啊，你看，这上适合啊。就在澎湖这边啊，马公也没关系啊，然后又在我身边啊。然而，最能维系家人情感的晚餐时间，阿嘎却从来没有与怡静同桌吃饭过。你就自己一个人吃饭？每个人不都1个人吃饭吗？家人都1个人，就是一个人这样吃的。
自己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样吃。好像有10年以上都没有一起坐下来吃饭，没有。比如说我跟我妈妈一起同桌，没有，不可能一次都没有，因为我生活那个时间不固定的。比如说我出海，我有时候回去1点才吃饭啊。过年也是一样啊，桌子都是菜啊，我们也是天一天在外面吃啊，在房间吃啊。我们没有那个习惯啊。又不是要死了，拜托一定要说一起全家一起吃，那就每天见面啊。吃饭时间都很随性自由的一家人，会想找谁来与他们共进晚餐呢？翁立友啊，他唱歌好听，人又长得帅啊。哦，我看起来比较习惯。披魔幻力量姑姑，因为他唱歌好听，而且亲民。我想找翁立友。叫他教我唱歌好听一点，最好找一个会喝酒的来跟我喝。我不想晚餐，我想跟他喝酒。说像你们那个导演什么不会喝酒的，就不会骂街。阿嘎在3杯黄汤下肚后，又加开了一个隐藏名单。不知道可不可以请那个李文婉，那个记者嘛，我喜欢他。李文婉 ，I love you。啊，毋是我摕迄蛋糕，我得去用伊无摕蛋糕，啊，我叫伊买着，伊讲伊无爱，你袂去咩？我来送上我别人啊，有啦，你食啦，食较歹个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妈妈大动肝火呢？别走开，下段更精彩。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在离岛湖景生活的家庭。湖景人对岛上的动物很友善，随处可见慵懒的猫咪，而后山放牧的羊群更是随意的在草原上乱窜。岛民们的生活步调缓慢，闲来无事时，经常聚在杂货店或码头边闲聊。200杯，350是200杯，我听我们安尼300杯。岛上的犯罪率低，观光客少，居民的机车一熄火，钥匙也懒得拔。这一天，难得有活动让平静的小岛全体总动员。社福团体的巡回义演活动吸引了将近90%的岛民前往同乐。表演的尾声，大家都可以领到一个餐盒。这个时候，祖孙俩却起了冲突。蛋糕就掉别人啊，爱无，不爱吃。有啥物？唔爱吃啊。有啥物？听去下咧叫啦，迄毋是讲分迄个蛋糕啦。咱老师参免去人坐念嘛吼。啊，到尾啊，叫我分唔啦。你为什么不能？给他搞，人家唱到一半，然后加在嘴里，很怪啊。一进迟到，来不及入场，他老实的站在门外，错过了领餐盒的时机。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然后你又进去那边，然后去中断他表演，我觉得这样很尴尬。他会很计较一些东西。他如果假如说一个东西，一人拿一个，如果可以拿2个，他就只拿2个，然后他的底线这样。拿越多免费东西越好。啊，毋是我摕迄个蛋糕，我得去讲伊无摕蛋糕，啊，我叫伊买着，伊讲伊无爱，你袂去咩？我来送上我别人啊，有啦，你食啦，食较歹个啦，够食啦。其实阿英记是刀子嘴豆腐心，责骂的背后是担心怡静单纯的个性会被欺负。伊若是查甫的吼，我唔惊，无烦恼。啊，伊就是查某的，查甫的。若要欺负啥伊袂，咱这查某爱想咧顾者呢。阿嬷是那种默默的关心，然后去帮你做事情的那种。她那种骂是关心，可是很多人都会以为她在骂你那样子。阿英记个性强悍又顾家，她的收入稳定，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应该买啦，啊菜吼，翁仔某好歹哦，但是咱查某人若无咧创啥。老趁着钱较好，身边该要用较好。阿英记对金钱很没安全感，即使生活在消费低的离岛，也会想尽办法赚更多的钱。
这有大间无讲讲，这水仙龙啊，透早暗时拢爱拜啊。多你拜呀？啊，若我拜无定我拜啊。这有钱的，我试试。嘿啦，啊，若拜红茶水果啦，有人会使，人会使。有烧香就是有茶，就是有果啊。他以前有3个工作了，哪里呢？那个观光局有那个山上啊，不是有那个厕所吗？还有环境啊，人家抽烟、丢烟蒂，全部扫。海巡旁边，以前也是他扫的，1个月8000。然而，身为一家之主的阿嘎，身上却半毛钱也没有。伊出骨了嘞，啊，最会赚钱，啊，双手来空空。安尼生活谈免谈嘛？你问他看，他全村里面他赚的钱最多，你看他口袋有没有赚过1万块？我讲生气的话，这笨的人怎么样呢？你1个月1年赚30多万，你1个月存2000就好啊。你1年也有存一点钱了，一毛都没有。谈起钱的问题，阿嘎避重就轻的回答：钱就普通这样花，怎么花？I don't know money. I go to where are you? I don't know. 我唔知钱走去多久啦。其实阿嘎不把钱看得很重，只要遇上远从台湾来的朋友，他都会竭尽所能的招待。前那个钓就有的那个都大家朋友嘛，他台湾回来有时候看交情啊，只要是朋友，我楼下就记下去了，就给他顾下去了。对啊，没关系啊，不要计较。2代人对于钱的观念大不同，而上门的来宾能否协助调解这家人的纷争呢？亲友团，今天是神秘嘉宾到访的日子，在这个藏不住秘密的岛上，居民们不断的在打听来宾名单。很多人，你看很多人在打听了，他有的人会来啊，但是重点不知道谁啦。我知道我们湖景很多人喜欢那个凤梨油，年轻的、老的都一样。有没有？我就紧张了。有没有？我跟他住在一起，我会一直跟他聊了，但是会有点口吃啊，我紧张真的。怡静因为一早就收到神秘礼物而兴奋不已。应该是来宾送的，然后是在今天早上寄到的，然后是从高雄寄来的。是什么？床垫，就姑姑啊，姑姑。我花了120只为了这3页，不是那就不是了。那你不是很失望？不会啊，有来宾来就很不错啦。有明星来就不错了。大伙儿聚在阿嘎家门口讨论热烈，但阿嘎却开始担心认不出来宾的长相。男生啊，女生啊？查甫的。怡静赶紧翻阅杂志，要给阿嘎恶补一下。不要乱折。这是外国的。无啦，台湾的啊。台湾的。你看无啦？人这说是查甫人哪是？搁还讲咸。哇，知道。这时，来宾的第2份贴心礼物刚好送达，要给青春期的怡静补一补。我要看。看那个水，出来唔对啊！寄那个米展。野梅。蜜桃什么？还有汤匙。是什么？蔓越莓。事务水。哦。最伟大。好查某诶。那这个可能是女生啊。不一定。啊。不一定哦。我想我有一挂。姑姑很爱送礼物哦，说明是糖，说明是糖。中午11点，阿英记搭着交通船返回湖景。原来他早上6点就搭船到马公采买食材。你捡到啦？咱菜我偷菜煮啊，啊无我买阮家有咧卖啥呀？阿英记这一头忙着备料，怡静也很贴心的主动帮忙。它可以煮哦。阿嘎临时决意下海给来宾加菜。海胆啊，还有那个什么，谢谢啊，那个可能比较少了，但是1-20个应该还有，1-20个可以1盘的了。
今天的料理有着满满的海味，除了现捞的9孔扇贝外，还有当季的海虾、小卷沙拉及海胆煎蛋，完全展现了离岛的海洋特色。究竟谁能有口福来享受这顿海鲜大餐呢？是金曲歌王翁立友、歌手谷谷，还是资深媒体人吕文婉呢？翁立友在哪里？戴帽子谁？究竟发生什么事让阿嘎找不到来宾呢？别走开，下段更精彩。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住在2级离岛湖景的3代同堂，他们正在码头迎接来宾。岛上的居民和游客也都跟着来凑热闹。我是想啊，带小姐。蛮紧张的。大家都翁立友，你看，买一个鞭炮变一下，要不要？如果是那个姑姑，你们就欢呼。好。啊，可能是他吗？会吗？看那么帅，来这边就晒黑了。有别于以往揭晓来宾的方式，谁来晚餐史上第一次让来宾搭船上门，船还没靠岸，阿嘎就急着打听。杨在不在啊？船上混杂着岛民和游客，让大家分不清来宾的身影，但其实来宾早已偷偷上岸。戴帽子谁？啊，真的是你哦！啊！哎，那个上节目都没空，你还有空来？对啊。那我又想不到，身材比较好了，电视上比较胖。答案揭晓，今天的来宾是吕文婉。吕文婉原本是新闻记者，2011年开始转战名嘴。因其谈话风格麻辣又犀利，曾被媒体封为名嘴4大金钗之一。最主要，我觉得阿嘎这家人的故事，让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传统式的，这个应该是说一般家庭会遇到的一个，应该讲说一个结构也好，或者遇到一些家庭的问题也好，我觉得可以让大家一些省思的一个家庭。所以呢，今天呢不惜这么烈日当头，将近40度，而且是危险级的紫外线，我觉得我还是要来这一趟。今天吕文婉带着女儿白宪荣来吃饭。阿嘎的姑姑恰巧也在今天返乡，择其不如撞日，大家也干脆一起聚餐。感受一下我们这边哦吃的跟台湾的，哎，真的很新鲜的。这是黄金鱼啊。大家有诶无诶？没啦，我头个阿嘎讲，我讲哦，这个真的能够有你，太高级了。一多，你都去聊回来了，没啦。他那个也是新鲜的。全家人因为吕文婉来访，第一次同桌吃饭，促成难得的画面。阿公，来，哎，听讲你10几年无做伙食饭了，今嘛食咯？食饭，食饭我无咧做伙，哪有闲人做伙食嘛？好好，安尼今仔日好不？今仔最重要来。即摆食饭拢去外口。啊，我这票老咧，这些忙。真的吼。去外口。其实我感觉无一定讲爱逐工啦，像台北人嘛是做无用的啊，因为我感觉。找人做伙食饭哦，最重要的呢。您这大头路用这头的人，掠伊的人无同款。无共哦。我们全岛哦，大概有70、80家，但是不到10家在一起吃饭，很少。不过阿英记自在随意的个性，反倒不习惯同桌吃饭，再加上镜头长时间拍摄让他很别扭，制作单位便不勉强他一起用餐。而同样浑身不对劲的还有阿嘎。我拿下来嘞，我不敢相信是你啦。为什么？本来是没有你，他们就一直逼说啊那个心目中的最想叫谁来，我就说你呀。结果真的是你中了。没有，为什么还要逼呀？这样我听得好难过哦。不是这个逼啦。我本来是随便讲一讲啊，随便就大家的都很喜欢翁立友啊。我们湖景这边的人很多人。喜欢翁立友哦，詹雅文来3次了啊。詹雅文。对啊，来都很受欢迎啊。其实阿嘎是急着想解释，自己因为太紧张，没在第一时间认出吕文婉，但不善表达的他反而弄巧成拙。幸好吕文婉的个性豪爽大方，对于自己的知名度并不在意。女明星看啊，嘿。他们一直那个湖景的人一直问我啊。没了，这那个老人说谁啊？这是民情风俗啦。对啊。这没关系啦，你不要在意。我不会啊，这是民情风俗，代表你有眼光啦。
因为我们不要走那个媒体那一圈的啦。父子俩吃饭都配着啤酒，吕文婉出于关心，忍不住开口劝两人少喝一点。你要不要喝一下？哦，没有，你要少喝一点嘛，少喝一点。喝一点，肚子也会小一点。一瓶没关系啊。不动嘛，喝啤酒，它是液态面包，你知道吗？讲面包是会胖，这液态的面包哎。我看你们肚子呢，对啊，一个人一个。阿公，酒减啉寡，粉减食寡，好不好？好，安尼对身体较好啦。有在减嘛，到了减。他明天他就爆料了，人家到那个保利达给他喝，他不。改10摆啊，拢8外工啊，各食。你无法度吼，无豆豆来啊。比如讲一天本来1包变半包，搁来搁减半包安尼。医生手床哦，等我本所当，我唔敢去咧。你唔敢翘起来？唔敢收起来。有一天袂记啦。由于拍摄期间正值小卷产季，才刚开动不到半小时，爸爸就叨念着想出海多捕些渔获。我错的袂使。阿公再会。好。我们家。你们家呀？9点会回来啊，9点回来食饭啊。安尼哦，安尼爱我等你吗？免啦。胡景仁随心所欲又有话直说的性格，让吕文婉也渐渐习惯了。如今餐桌上只剩下阿嘎和怡静，话题自然就聊到各自的女儿。我插个话，如果他是儿子，我跟你讲，我跟他没话讲。靠腰讲什么拢讲袂听，我叫伊要创什么，你完全就是靠背你跟恁爸爸的啊，对啊，恁爸爸的关系。伊若囝，不是伊若囝，他如果是儿子，我叫他拿个碗，拿个水果来，好去厨房拿一个什么东西，他不要我就气了。哎，女儿就不会啊，不是啊，这天生的呀。好，我就。宪荣今年刚升高1，直接又坦白的个性就和吕文婉一样。说起妈妈的缺点，她完全不留情面。有没有要改进的？脾气要改一下，太容易发怒。脾气什么意思？脾气就是脾气，有什么意思？那就是刚又爆料了，有脾气就是平常如果心情不好会大声。老实讲，我承认一件事情啦，因为我一个人又要里又要外，然后我没有帮手，有时候一急哦，其实真的会那个瞎扫的较歹，你知不？我就一直念。可是我的脾气哦，念过就算了呢，我就不会再记，就是不会放在心里面，我念就好了啊。那我念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宪荣毫不留情的吐槽，反倒凸显母女俩的相处就像朋友一样。这时吕文婉则是好奇，怡静又是如何看待爸爸呢？没有吧，应该都没有啊。问你。那你觉得你爸爸有没有缺点？缺点？没有吧，应该都没有。啊？爱喝酒而已，你看，这小缺点啦，没关系。乱讲，爱喝酒。没有，我们都那会不会发酒疯？这样子。不会。哦，你觉得喝那这叫坏习惯呐？那有别的不好的地方吗？他就煮菜给别人吃，然后东西都用家里的，会亏。对了，那比较好客啦。空开啦。那你在这边，在你们岛上应该人缘较好。超人气。我就知道你要问这句。我是超人气，喜欢交朋友啊。没有，这个是哦，一寡查某人哦，做怨叹的家己的翁，会重点就是这，因为哦，朋友讲一句哦，比什么更加重要，对不对？那你不行啊，你不可以把家里面的存粮都拿去给人家吃啊，你很贪啊，你当然人会嘛好，会像比你更加好，对不对？提到阿嘎爱交际的话题，吕文婉则特别提醒阿嘎要懂得慎选朋友。要海钓就来找我，然后呢？不会去找别人了。我嘛是袂讲做当生的，可是我蛮在意这种 emoji 的感觉，所以我们才拄仔咧问你讲，你到底你安尼拢直直互人请人食安怎，人有回馈无，还是讲有往来无？这最重要的啊。有两个这么办理啊，我嘛该拢知影，但是我袂晓插伊啊。你会疏远无？那这种朋友我会慢慢疏远。你不会疏远，然后我会有一点。你会不会疏远呐？我不会疏远，一样每天跟他在一起，但是我会。那心里有没有界限？有一点界限，对，我不会跟他很亲的。他如果真的很重要的事情叫我帮忙，我会自己去斟酌，不会就不会。令人意外的是，看似交友广阔的吕文婉，其实私底下个性很宅。
对，我老实讲，我这个人有淡薄仔较自闭，你知吗？我很宅，我除了你莫看阮来台北人我除了工作，然后呢，除了小孩，我没有别的没有别的重心，没有。所以我嘛无爱应酬，我做较早走新闻人，我的同事拢讲因爱应酬啊，才跑得到新闻。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这回事，因为我从来不应酬，为什么就有新闻？所以我不去夜店，所以我很适合来住这里呢。我的嗲公，我人生是欧杯。你看我吃的很简单，没有食欲啦，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对食物的一个要求，我也没什么物欲啦，也该有就有了嘛，对不对？也没有性，没有啦。你看我人生就很无聊嘞。不过，吕文婉口中的无聊人生，却是一静从没体验过的都市生活。没嘞，那妹妹呢？你要不要想去台北？你看她很想，要啦，她年轻让她去闯一闯啦，真的。她才几岁？拜托她，现在要升国中了，要去闯。哦，因为环境不一样，对哦，眼界也不一样。我以前就去闯出一个名号。就是拍架这个名号，你看怎么闯？可是台湾就是这样，年轻人会觉得想去闯一闯啊，看看别的世界啊。那你说像我们这个年纪，其实阿嘎回到湖景生活后，过去拍架的形象依旧挥之不去。对于被贴标签的痛苦，吕文婉很能感同身受。要去闯一闯，对不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人生转折啦。因为阿嘎，你认识我，可能应该是说。我就是爆料啊，上节目啊，就是一些比较八卦性的节目。因为制作单位的要求啊，你一定要有一点点麻辣。可是，在这个麻辣跟所谓的这个分寸当中，你要收当中，我一直在找那个分寸。所以现在其实比较有分寸。这几年，比如说某人就比较没有你们，我说学你们的术。某人很厉害哦。你跟我讲了啦，不要再讲了，就某人嘛。吕文婉近年来试图转型从商，已经很少出现在荧光幕前。他有问必答的豪爽态度，让阿嘎忍不住探问吕文婉离婚的真正原因。啊，你再看无妹妹啦哈。你嫁他，你都知道这个人嘛，那也不是因为个性不合嘛，他不是跟你爸爸不合嘛，没有。有啊，不合，没应该这样讲啊，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点，我说我为什么会离婚，就是说他把孩子当，比方说当贼、当敌人来监控，那你知道这个孩子怎么办？他那时候这么小，才国小1年级吧，1、2年级，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能够再，如果为了他，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断然舍弃形同虚设的婚姻，吕文婉并不觉得有压力，反倒认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家庭。然后呢，反正也形同虚设型。那有时候你知道吗？人家常讲说啊，一个家好像孩子要一个完整的家，可是什么叫完整？可是对我来讲，那是假的完整，我不要。但亲也是有完整啊，必须说是你讲对了，对，但是自己生活快乐就好。像我就很常。谁说你要爸爸？最后的话题让两人都受到了鼓舞，而这样温馨的场面，却因为阿嘎一句无厘头的玩笑话，让两人又再次斗起嘴来。觉得还好啊，不会啊，我都会问他，我说哎，我这辈子这次醉酒都没有抽烟，除了坐飞机啊。那你要那个嘛，要趁此把它改掉啊，就其实你不要一下子改，你就把它拉长，比方说你把它一缸一包，你就变半包，变1/4包，慢慢说得很快啊。那个国父不是有说过一句话？好了，革命11次才会成功。不是，所以你就想不到，知易难行啊。哪有这样讲乱讲？有国父讲过。知易行难呐，知易行难，有没有？这个家庭其实很淳朴，然后可能跟我一般接触的人真的不太一样。阿嬷的个性很直，阿公也很直，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聊起天来其实没有什么压力，反而是真性情的那个流露，让我觉得这个还蛮在台北跟台北人的这个交往是真的很不一样的感觉。啊，袂歹啊，袂歹啊！你竟然搁带你去码头行行的，去倒码头人去钓鱼啊？就觉得他比较亲人，就不像别的偶像，就是比较亲近。因为都是单亲啊，所以那个沟通上那个理念应该都差不多。他也不会做作啊，我觉得你看他的人。他女儿都不会做作，真的人很好。